听说过健身教练、瑜伽教练、舞蹈教练，但是你听说过性教练吗？而且还是那种走到人家卧室里，趴在人家床边，给予正在翻云覆雨的情侣提示和鼓励的教练。生性保守、不懂创新的情侣，会随着时间推移导致新鲜感缺失，放不开手脚的腼腆派，更让造人变得不再是种享受。时间一长，就会导致情侣的交流次数无限趋近于零。感情也会随之受到影响。性教练就是为了针对这种情况诞生的。乍一听，这职业好像不太正经。不过，虽然这个职业脚踩法律边缘，但他的从事者却登上过纽约杂志、花花公子等知名周刊，还实现了财务自由。本着好奇的心理，读者仔细研究了性教练的工作内容。今天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不为人知的特殊职业。大家好，我是热心读者，又和大家见面了。在节目开始前，麻烦帮我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谢谢了。读者要介绍这位性教练叫做肯尼斯·普莱。虽然他看起来平平无奇，好像只是个普通的亚裔，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普莱的内在可是相当的彪悍。关于普莱的职业，他曾经这样自我描述：我提供的是实打实的教学，就像看着大厨一步一步分解做菜的过程，然后自己烹制出美味的菜肴一样。普莱就靠着专门教人如何提升幸福生活，走上人生巅峰。说起普莱人生，虽然先天不足，但是人家后天努力。在15岁的时候，他跟随父母从香港移民英国。刚青春期的那会儿，普莱非常自卑，因为亚洲人的身体相较于欧洲人来说要瘦弱一些，因此他总是受到女孩的嘲笑和男孩的欺负。于是在19岁的时候，普莱决定靠健身扭转自己的人生。他忘我的学习健身知识，咨询专业人士，日夜不断的努力撸铁。在不懈的努力下，他总算是实现并超越自己的健身目标，练成了拥有公狗腰和8块腹肌的性感男人。成功逆袭后的普莱开始在健身房担任起了健身教练，也成功的帮助自己学员完成自己的健身目标。到这里一切还都很正常，但健身教练和性教练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职业，怎么就联系到一起了呢？这还要追溯到普莱的某次派对经历。欧美的派对向来比较开放，在派对上，普莱发现很多人对异性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小学阶段，换作是其他人可能笑笑后就不在意了，但普莱却突发奇想，他觉得性教练这个职业和健身教练也没啥太大区别，而且这个职业还很有挑战性和刺激性，因此他下定决心要帮助其他人探索身体的密码，真正让人们解放身体。不过有句俗话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为了获取第一手的经验和加深对相关理论的理解，普莱以身作则，他开始不停地参加狂欢派对，从刚开始每个月参加几个，到每天参加10几个。为了把有关幸福这件事的一切融会贯通，普莱在参加派对的时候还给自己找了20多个伴侣，每日交流经验。这工作量，日本男优差不多也就这个水平了。没有一副好体格子真的不行啊。不过日本男优是为了生活，普莱是为了知识和帮助他人。当然，在成为正式的教练之后，他减少了伴侣的数量。他在教学过程中结识的女朋友也很支持他的事业。女朋友认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么优秀男人自己是不配单独享有的。当然，教与学不分家，闭门造车是不行的。想要钻研某个学科，必须要利用多元化学习渠道，提升自身理论知识和实际技能。所以他经常和400多位专家一起研究探讨关于两性的话题。这400人中，有风俗行业的从业人员，有性科学家，甚至还有单纯经历好的朋友。不管是学术派还是野路子，普莱来者不拒，像是个饿死鬼一样疯狂吸收知识。而他的努力也没有白费，最终他来到美国，专门通过了加州政府官方认证的性教练测试。至此，普莱彻底出关，神功大成，成了一名专业的性教练。教练自然是要开班授课的。普莱的课程分为2种，第一种属于偏私密一些的，以1对1教学为主，上课地点多为客户的家中。他非常职业的将教学地点称为实验室。至于普莱的上课过程大概是这样的，他会挑选个合适的时间，来到学员的家中，看看他们的基本功怎么样。需要指导的小夫妻要当着他的面来上一发，而他要做的就是在一旁看着。但这个过程可不仅仅是看着，在学生努力运动的时候，他要仔细的进行记录和分析，从环境到氛围，甚至是心态和姿势，全都不放过。看完之后，普莱会让学员休息一会儿，喝点水，毕竟这件事也挺累人的。在休息过程中，他会以谈话的方式
和学生交流心得，在确认状态和体力都恢复了之后，才正式开始现场教学。这时候前面观察经验就有用处了，比如男学生不够自信，速度力度不够，普莱就会亲自示范，并且要求男学生看完之后模仿他的动作，直到他满意为止。女学生也是一样的，关于需求，普莱会想办法进行满足。简而言之，普莱的教学可以归纳为4个字：望闻问切。普莱说，他的主要客户都是那些只用同一种姿势、羞涩且没什么经验的人。大多数伴侣就好像是2个完全不会打网球，却又想指导对方怎么打的人，所以学习相关的技巧和课程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他所做的并不是观看伴侣们的亲密行为，然后为此打分，真正重要的是帮助伴侣们需要充分了解彼此的感受。这样的课程每节大概3小时，而这种1对1的私教课价位是781英镑，折合人民币约7000块，平均每小时的薪资高达2333块。第二种授课就是公开演示了，因为有些学生比较害羞，所以普莱特意开设了1对多的教学课堂。当然，这样的内容没有1对1精细，但是价格也更加亲民，每人每节只要46英镑。课程会以一个 TED 式的演讲拉开帷幕，接着普莱就会和助手一起做示范，最后在老师的要求下，伴侣们会重复刚刚的示范动作，探索到适合他们的方法。目前普莱已经在哥斯达黎加、意大利、秘鲁等世界其他地方开展了超过50次私教课程。为了让学员更加活跃，普莱还会经常举办集体活动聚餐、舞会、成人话题讨论会。作为教练，普莱还有售后服务，如果学生在上了课之后生活没有变化，他愿意3倍进行赔偿。除了现场指导之外，普莱还在网络上开展论坛，分享和解答一些经验和建议，这个就是完全免费的了。所以普莱的网站每天的访问量都极高。看到这儿，或许有的观众会问，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人花几千块就为了让别人教自己怎么幸福生活吗？真的想学习，为什么不去看看视频或者找个心理咨询师？事实上，在欧美，性学的职业发展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和保守传统的亚洲人不同，欧美的行业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标准的流程和不同的分支。除了教练之外，还有很多围绕着幸福生活而诞生的职业，就比如性教育工作者，以健康科普为工作，然后是性咨询师，主攻谈话，属于一种偏心理层面的方向。但一般来说，一对相处了很长时间的伴侣会陷入一种固定的生活模式，如果这种模式失效，他们就会减少夜生活。而且教育者和咨询师始终是动嘴不动手，没法给出具体的实践办法。所以在2015年，性教练这个职业就诞生了。现如今，在欧美，年轻人面对夫妻生活不行，大多会2者结合，先找咨询师消除心理方面的困扰，然后再找教练学习技巧。说回普莱，因为这种特殊的教学，他名声大噪。成功之后他还不满足，于是又拉了一个团队，创造了全球国际化的互助社区，专门研究如何让夫妻生活变得更和睦。鉴于他的知名度，普莱不止1次登上《纽约杂志》和《花花公子》这样的顶级刊物。当然，经他教导的夫妻和情侣幸福指数也直线上升，既能赚钱又能出名。不知道这样的职业大家想不想入行呢？好了，本期内容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